有请节目主持人赵传。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来看一看今天请到的3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炳宏严老师，欢迎严老师；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寇乃馨寇老师，欢迎寇老师；当然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遭遇了怎样的困惑。吴先生您好，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在2015年就跟我老婆认识了，关系也特别好，双方的父母亲交流之后结了婚，这是我们的结婚照，也摆了酒席。然后但是在结了婚之后，结果我老婆就觉得我变了，觉得我没有以前那么的关心她，觉得我没有那么以前的理解她。所以说这样搞得他就经常跟我吵架，然后最后也吵到我们双方的父母亲那边去了，然后所以说这样就搞得我的压力很大，所以说我就今天找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组，希望你们能帮帮我。这是一个婚姻当中的求助者，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吴先生，32岁，来自湖北，个体；女嘉宾徐女士，31岁，同样来自湖北，销售。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是几个月了？7个月左右。7个月左右，咱们坐着凳子聊好不好？坐下来聊，来拿一张凳子好不好？7个月了都，这应该是心情很好的时候呀。那怎么了？就是自从怀了孕之后啊，然后就搞得我的压力也特别大了，因为毕竟要面对房贷，也要以后马上是3个家庭的。人家压力大，你压力大什么呀？他在背后每天就是嫌我没有对他以前那么好，然后也没有以前那么关心他，所以说就经常跟我吵架，吵架就搞得我工作都没有心情，所以我就来到这里了。他跟你吵什么呀？你工作没心情？比如说他的生日，那天我没有跟他做任何准备，没有陪他过，他就在家里吵得不开交，说连他爸爸都跟他发红包了，我连一个问候都没有。那天是什么情况呢？因为那天是我堂弟刚好结婚的大喜事，因为我那个堂弟结婚的这个喜事全部都由我来安排，由我来安排客人，并且还要准备第2天的这个娶亲的这个仪式等等之类的，所以说我那天也忙得特别晚，所以说那天我就没有跟他来得及发信息。并且我在这个结婚之前，我也跟他说过，我说这次刚好你的生日这么巧，跟堂弟的这个结婚的日子弄在一起去了，我说后期我们再跟你补这个生日，但是他就不理解，就在家里吵啊闹啊，结果我说你完全都不顾这个大家庭的一个大局，反正就是现在怀孕了之后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没怀孕的时候感觉就不找这些茬，那肯定不一样嘛。他对你好吗？以前还可以，但是结婚以后就没有结婚之前对我那么的关心和照顾了。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我们俩是在2015年认识的啊。就当时因为我是他的顾客，当时就经常在他的手上买一些产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就走到了今天。对，你们结婚的时候双方家庭都和谐吗？都满意对方吗？彼此？有满意的地方，也有不满意的地方。那肯定是嘛，生活不会十全十美。你还有什么压力啊？这不是挺好吗？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关于这个赚钱的事情。赚钱怎么了？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然后就是后来结了婚之后，肯定面临的是2个家庭的事情，而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所以说我也面临的还房贷啊等等一些事情，包括未来，比如说我们生了小孩之后，我们也会面临的是3口之家，并且他们家的就他一个，他的爸妈我以后也要去照顾，所以说双方的父母亲就会经常跟我说，你马上要有3口之家的一个家庭了，以前你们2个人是一起赚钱，现在是一个人赚钱，他究竟上没上班？我说现在他上不上班都没关系，但是就是说偶尔就会在我的这个嘴里面
怀着这种压力，我就会说，哎，你要不去上个班呐？其实也没说什么，但是他就不开心了，他就觉得我嫌他赚钱赚的比较少。毕竟我现在也是怀孕了，也不是说我故意不去上班，或是故意不做事，其实也不是这样。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其实我后来我就是也是为了他的身体好，因为我在武汉认识的做生意的朋友特别多，他们有时候也问我说，你身边有没有一些合适的做一些文职方面的人员，是不是啊？刚好我就想到我的老婆了，因为我就担心她天天宅在家里，然后产生这个怀孕期的一个抑郁症，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家附近上班也不是很远，对不对？然后每天散散步走过去，然后也可以锻炼一下身体，是不是啊？对这个小孩也有好处。结果我就让他去在这个朋友的公司去做了些文职，并且也不需要他很固定的去上班，然后他现在也在那边上班呢。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他觉得他赚这个钱，还是觉得我把这个事情呢一直放在他的心里，不放。你有觉得吗？我也没听出你们俩到底怎么了，这不都很正常的事儿吗？哪个家庭不这样呢？但是他一有什么事就喜欢说我，因为我觉得现在毕竟怀孕了，很多东西都不能受刺激。我也是为了孩子好，所以我就不喜欢他这样天天说我。说我就心里很烦躁。他喜欢说你是吧？对啊。你觉得现在老训斥你是吧？你还有什么呀？还有比如说有一次他去买衣服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怀孕期间他就突然跟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老公啊，我现在看中了一件很好的衣服，你要不过来帮我买一下？其实我当时就立马的火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正在跟一个客户在交流一些业务上的事情，结果当时我就一句话就丢出去了，我说你要买，我的银行卡在你的手上，密码都在你的手上，你就自己觉得好就去买。其实我当时心里是不想他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马上他的肚子就会越来越大，那个衣服也穿不得。不是买没买呀？结果还是没有买。就说有时候就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候，他不知道我在干嘛。其实我这样去做也是为了整个家庭，也不是为了我个人。不是已经过了吗？已经解决了吗？不是已经不吵了吗？但是后来也有很多事情，他就是一直找那找这。以前没怀孕的时候，感觉就没什么事，也能更加理解我。自从怀孕了之后，我整个面临的这个压力也比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压力要比较大。我也不喜欢天天吵去吵来，影响我的工作。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就是自从你妻子怀孕之后，你觉得她老找你的事儿。对啊，你是觉得结婚之后她就变了是吧？对你不那么好了。能举2个例子吗？就说让我觉得很严重的2件事吧。第一件就是他偷看我的手机，就是有一次在家里嘛，就是我把手机无意中放在床上上洗手间去了，他当时就看我的手机，就是因为异性跟我发一些短信啊，他当时就很生气，就跟我吵起来了。那个是我以前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同学，这是第一件事。因为我觉得手机是有关于一个人的隐私，我说你要看你就跟我说声看，你不要说随便偷看我的手机，这也不就是对一个人不信任吗？是不是？这一件事，还有后面一件事是让我最气愤，而且让我更生气的一件事，就是那一次在堂姐家吃饭嘛。堂姐家吃饭，其实当时的话，他把小孩接到堂姐家去了，就是弟弟家的小孩。就接到他们家去了，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况，我后来去的时候才知道，就是说小孩子出去玩去了，因为小孩子蛮小，就跑到大路上，他要去买玩具去了。后来他办完事情回来了，就冲着我发脾气，就说小孩子怎么不在家里啊，怕他出什么危险嘛。好，这次就过了。后来他回来没有找到小孩，他又把我训了一顿，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影响真的很大，因为他毕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没听懂，你去堂姐家吃饭，弟弟家的孩子被他带到了堂姐家，谁带的呀？他带的。你带的？你去晚了，孩子出去玩了。我是后来去的，但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你不知道孩子在堂姐家？然后他回来训你，问你孩子去哪儿了？对，他就去找孩子，因为他当时就说没有看到孩子。这个事儿对你有什么影响呢？因为他当时在众人面前不给我任何的面子。就说他在外面不管做的对与错，我从来不会这样去说，什么严重的话我都不会说。等于他当众呵斥你是吧？对啊，他当时还摔筷子。
我长这么大，我爸妈都没有用这种语气对过我。你们俩当初是怎么结的婚的？我特好奇。他当时不是这样的呀。好吧，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今天来这儿要干嘛？今天来这里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我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现在很困惑，也不知道困惑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于很多事情跟他之间怎么样去处理。还面对啥？不都过了吗？不就面对完了吗？但是这些事情，我觉得只是开始。我担心对我，比如说后期他又会找出这些东西来，对我产生一些发展方面的一些负面。所以说，我觉得我就来到这里，希望。你们俩怀着孕特焦虑是吧？你今天为什么来啊？7个月了，孩子都应该我觉得就说面对现在这种情况，你们俩现实的情况是什么？每天吵架吗？有的时候会吵，隔2、3天吵一次吧。就为这些小事儿吵吗？差不多吧。最后吵架都怎么结束呢？结束要么我不理他，要么他不理我。其实我觉得我很多事情都已经做得很好的，只是做了这些事他不理解我的一个做法。孩子快生了是吧？你有什么打算吗？我就是觉得，现在目前这种情况是希望他不要经常就是用这种脾气啊、这种态度对我。少训斥我。对。少用批评我的态度跟我交流，是吧？对。你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我最大的压力就是未来要面对整个更大的一个家庭的一些事情，并且现在的公司30、40人，管理上面也特别的忙，特别的累。我就是想让他以后就是不要经常吵。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怎么听起来这怀孕的不像是女士，像是先生啊？感觉你焦虑啊！哎，他特别焦虑。对啊，你说我怕太太怀孕期间抑郁，我让她去上班，我觉得是你在抑郁哎。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女人怀孕的家庭当中，不仅仅是女人怀孕的时候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和平时不一样的情绪，越来越多的丈夫、准爸爸也像您一样，心理上焦虑了。其实，怀孕、生孩子是每一个家庭都有可能面对的情况，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去对待，它不是一件多么大到让我们无所适从的事儿。你要相信，作为一个父亲或者一个母亲，他是有本能去承担将来的不同。你是有这个能力的，先生，不要太着急、太焦虑。而我想跟太太说的是，我觉得你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因为本身要对抗自己怀孕的时候种种身体的不适和心理上的变化，还要面对一个这样焦虑的丈夫，不容易。但其实他也不是一个多么差劲的男人，他真的是很在意这个宝宝，很在意你们的家庭。如果换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就有一些难为你，也多去理解一下他。也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举个例子，他偷看你的手机，其实这一般是在怀孕期间孕妇通常做的事儿哈，查查丈夫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但你想他这样对你，他是有多么的在意。所以如果是一个聪明的妻子的话，换个角度想，也是一件虽然有一点不舒服，但是内心还是有一点点温暖的感受。如果你能调整成这样，相对来讲你们的孕期更好度过。我都不是说你的孕期，真的是你们的孕期，就宝宝怀在你身上，但是这个情绪波动更大的在他那里。当然多少还是难为你了，但有时候真的生活就是需要我们夫妻俩共同去面对，这就是成长吧。希望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加油吧，谢谢。你说他对你不好，我就问一下，在你结婚前他会不会训你？基本上没有。怀孕是女人非常特别的一段时光，这段时光有很多不舒服的事儿，包括从孕吐开始，然后心情会开始因为内分泌开始变化，这些月真不好受，对吧？为了这个孩子，其实母亲是特别辛苦的，你的心情会起伏，他也会。他担心突然以后要一个人扛一个家，担心养不起你们，担心他没办法成为一个有责任的男人。所以你有你的压力，他有他的压力，你们都在不正常的情绪状况下，这样你明白吗？但
过了这段时间，你们会像严老师说的一样成长，过了这一关，你们一家3口未来可能会更好，所以保持乐观的想法。那大哥，你知道你的感觉其实很自然吗？就是你说我老婆怀孕之后就开始找我麻烦，这件事情再自然不过了。天下的孕妇都爱找他们老公麻烦，因为女人怀孕就是会有内分泌的变化，所以情绪会特别激动，这样明白吗？所以如果她只有在怀孕之后才找你麻烦，我给你1个字，忍。再给你第2个字，让。第3个字，哄。当内分泌恢复正常的时候，你熬的那些苦日子会过去的。非常时期，你要比以前更有耐心。加油！据了解，在你们俩刚认识之初，您的家人是反对你们俩在一起，是吧？原因是说他是个生意人，怕他骗了你。你对你的家人所说的是：我是个有独立判断的人，我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然后你把这件事儿告诉了他。按道理来说，一个男人应该感谢于你的坚持和对自己的肯定，对不对？他反过来跟你生气，说你没有主见，说你家人，说他是个骗子，对不对？所以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男人不是在你怀了孕之后需要心理疏导有压力，他就是心眼小。他带着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来讲理的，讲自己心里的委屈和苦恼。我就特别不明白了，就为了你那点心里面想不过去的坎儿，一个7个月的孕妇还要坐飞机，你心里怎么这么落忍呢？女人怀孕是人生当中最伟大的工程，在此期间，男人去服从她脾气上的挑剔，有问题吗？女人在怀胎的这10个月当中，尤其是在前面3个月和后面的这个就特别重的时候，是特别难受的。你说她所受到的这些所有的孕期当中的苦难，跟你那点委屈比起来，你那点委屈算什么？你跑这儿讲什么理？讲谁的理？家庭有道理可讲吗？你刚才讲的那些所谓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真不认为这叫什么事儿。他怎么挑剔你了？他还没有真的折腾你呢。有些孕妇可矫情了，她想吃什么东西，她又不能吃，那么你也不能吃那样东西。你吃了那样的东西的话，她就会生气，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你这点事算什么？这是多么高兴的一个时刻！还有2、3个月就要当爸爸了，你有什么好矫情的？你这点东西真不算什么。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相信你们俩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只是这个男人心眼太小。所以呢，将来在生活过程当中，希望你能够做到无条件的包容，所有的事儿等生了孩子之后再说。或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经历了他的分娩，从手术房当中推出来的时候，你或许这些事情都释然了。就这样。涂老师最后训你一段，训的也挺好。我觉得你老婆真的挺维护你的。我问嘛，我说你们婚前双方家里是什么态度啊？哎，没什么态度，都挺好的。你看见没有？维护谁啊？维护你吧。所以不要那么矫情，当然焦虑也是一个层面。今天女生表现的让大家觉得那个，我估计你在家里也不会那么老实，能这么规规矩矩的被这么一个男人絮絮叨叨？不会的。理解你，但是有一点，男人嘛，这个情况特殊，你知道吗？这个时候真的就别讲道理了。涂老刚才批评你，我觉得批评特别好。你拉他这么远来坐飞机，好不好？你说好不好？不对吧？来的前天我们做了孕检过来的。你看，他那意思是我还是对的，没关系，你可以矫情你的，但是她怀孕，懂吧？一会儿跟老婆道歉，好话一说。踏踏实实回家，再过2、3个月，孩子出来了，享受幸福，好不好？以后对老公也好点啊！好了，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通过今天来到这里，然后很多东西的结点开了，
我来到这里也是为了我们未来的这个宝宝更好，所以说不想在这最后几个月，然后产生更多的一些矛盾，让我们整个家庭好起来。所以说这也是我最终的一个初衷。我觉得今天来到这里找到了答案。好，谢谢。我还需要考虑一下吧，考虑一下他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对我好。请亮灯。你自己选择是走回去还是在这儿坐着？走过去。啊，行，你小心点就行。多运动也好生，去吧。啊。请关门啊，请开门。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谢谢两位，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请见证。来，回家好好的啊，回吧，谢谢你们。好了，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各位请看。我们恋爱快4年了，在这4年里，我感觉他对自己和对朋友都特别的好，尤其是他给自己买东西都特别的舍得，对我就是100-200块钱就完事儿了。我买东西贵也不是经常买，身边的朋友都买一些这一类的东西，给他买一些便宜的东西，是因为觉得他年纪小，用不着买这么贵的东西。我管着他，他还不听，跟我讲话都是我说一句，他说下一句，脾气也比较急。这以后要是我跟他结婚过日子，还怎么过下去？相处了4年，摸着自己的内心问一问，我对你怎么样？好好问问自己。爱累了，我不想再爱。为何你不懂我的心？是真的不懂吗？来，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刘先生30岁，来自辽宁，个体；女嘉宾吕女士23岁，来自辽宁，待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谈了4年恋爱了是吧？是。打算什么时候结婚？1年吗？啊，1年左右。这个是谁觉得谁不懂谁呀？你觉得他不懂你？是。怎么了呢？我自己平时喜欢买一些东西啊，然后呢，他呢就说这个钱呢就乱花了，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有这个消费能力嘛，我就想买就买了，然后就觉得他管的有点多了，觉得他管你的钱袋子了。对，因为现在还没有结婚嘛。对，是这样吗？不是。那是哪样？就之前吧，他就是买一个拖鞋，然后那个拖鞋都400-500块钱。之前他问过我，说：“哎呀，我买这双拖鞋呀。”我说：“好看是好看，但太贵了。”啊。后来他又背着我偷偷摸摸买了，买了。我说：“我不告诉你不让你买吗？你怎么还买？”完了，他告诉我：“哎呀，你看这个鞋，哎呀，质量这个好那个好，然后哎说穿上还舒服。”然后还说：“哎呀，这鞋我都能穿一辈子的。”他之前他没有跟我说，他不让我买，我就以为是可以，我就买了。买就买了吗？不就双拖鞋吗？对呀，然后我也觉得没什么嘛。是啊，怎么了呢？太贵了呀，400-500一双拖鞋，完了他穿一辈子，他也不穿一辈子。去年买双棉袄，告诉我：“哎，这棉袄我能穿一辈子。”今年又买一个。哦，姑娘挺好啊，就挺会过日子是吧？她不会这样是吧？他会吗？比较节俭一些。哎，好姑娘啊，这不挺好吗？你就听她的话不就完了吗？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谁的钱呀，姑娘？他的钱。你让他花。那以后是我的钱呢。哦，
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有啊。啥事儿啊？他跟他朋友出去，因为他朋友那俩朋友都是结婚了啊。然后因为他们朋友的钱都是在自己媳妇那儿，每次都是他掏钱。哦。完一结账400-500，完自己还可高兴美的。完等到我这儿，俺俩出去吃个烤肉200来块钱，我说吃烤肉啊，告我，哎呀太贵了，别吃了，咱俩去自助吧，自助便宜，你还能吃饱。但后来他说他不吃自助，我带他去吃火锅了，然后他吃的也挺好。可是我刚开始我明明就是想吃烤肉的呀，你让我吃火锅。2-3年之前不是吃过一次了吗？那我就想吃了呀。你是不是觉得说他给朋友花钱大方，给你花钱小气？我就心里有点不平衡。哎，你们俩这个谁脾气大呀？他吧？他大呀？我怎么觉得你大？我脾气好。那你说他脾气怎么大吧？就是之前我给他买了个生日礼物，买了个衣服嘛，也挺贵的。完那天正好俺俩逛商场累了嘛，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小凳上，完寻思我看会儿电视剧，他就来赞许我一些。我寻思我回你一下吧。那天正好在家里，我自己把手指盖剪了，但是没磨，可能比较锋利，然后一下就刷那件衣服上了。当时就不乐意了。相当于聊吃，两个人斗，弄他一下，挠吃一下，他挠吃一下他，衣服划了个口子，是这意思吧？对。但之前他根本挠他不是那么挠法的，那经常那手臂啊、胳膊呀、手上呀，他经常就拿着手就往人肉上抠。那你就别聊吃他呀。因为逛商场累了，我实在没有事情干，他自己可倒好了，就拨我电话在那瞅。啊，然后呢？不高兴之后，他就脱下来告我，哎呀，你看你闹，你整的，明明是他自己先动手告我闹，告哎这衣服我不要了，你爱怎么弄怎么弄吧。你是心疼那件衣服他不穿了对吧？这倒不是，是那什么，是他这个态度一点都不好啊。他还有什么脾气不好？这好像我觉得是你脾气不好。来接着说啊。就是之前俺们还有就是狗的事儿，就是我跟我爸我妈出去玩嘛，然后让他来接我们，完了正好那天狗寄养在他家，完了我就寻思，哎，你把狗到时候给我，完了我到时候正好带回家得了。然后等到机场，我寻思，哎，我正好想俺家狗抱一抱，因为那狗装在笼里嘛，放在车里就是可能不得劲儿，我就得先把笼拿出来。机场也不让长时间停车，这也谁都知道啊。然后你下来，你什么二话没说，然后你先去搂你的狗去了。那我搂狗怎么？完了就一扔，谁也不说。完了走的时候告我东西没有了。那我不是忘了吗？那我后来不就才过5分钟吗？那过5分钟，你过2秒钟，他也有人就捡走了呀。怎么就过2秒钟就有人捡走了？那天风大，谁闲没事等着捡东西啊？不，你回去找了，说你找没找着那东西？说没有了。没有，我不知道，他不是知道他是怎么丢的吗？这两个是钢琴上面的升号，就一直往上走，哒哒哒，最后到吵不动。我也没听太明白，问问，接飞机，把狗带去了。对，他说那个狗之前寄养在俺家，然后呢，我去接他，然后他非说叫我把狗带啊。带去之后呢？带去之后，完了我寻思直接上车，然后直接就走回家就完事儿了呗。啊。然后他可不让我给车停下来，他把狗笼拿下来给狗拿出来了。他把狗拿出来放哪儿了呢？给狗拿出来下地上溜达了2下，赶狗溜达差不多了，完了都给狗放在笼里，自己就上车关上门了。等于东西就丢了。是。哦，这才听明白，我的天哪！你见过他爸妈吗？双方父母见过吗？见过。啊，咋样？对他印象怎么样？觉得他太瘦了。他爸就说他太瘦，以后你告我，你得考虑好了，要不然以后你得照顾他。啊，你爸想的比较长远，有生活。对这个人的评价，除了瘦之外，还有别的吗？就说挺会说话的，能说会道。他跟你父母在一起抠吗？大方吗？也不大方。之前跟我还有俺妈出去吃饭，完了等咱俩们仨吃差不多要结账的时候，他倒好，我推他，我说你去结账啊，笑呵呵告，然后推他不动弹，推他不动弹。俺妈一看，哎呀，这样怎么整？那我去结吧。俺妈起来去结了，完了我就不是每一次都是俺妈去结了账呀？啊，对，就有那么一次，俺妈过生日她结的账。都叫妈了是吧？没有。你刚才叫了吗？我说这是奶。
行，你们俩今天来干嘛？哎，我就想让他改一改他那个。改啥？把钱都交给你？不是，他花钱太多了。哎，就交给你不就行了吗？你们俩现在这他不给，是不是想要财权的？我这倒没有，我就是想让他稍微省着点花。哦，现在一个是待业，一个是个体，是吧？等于你现在没工作，是吧？你做买卖是吧？是。啊，这钱怎么给我花法呢？钱自己花自己的。哦，那你的钱是你爸妈的是吧？我自己也有，之前上班也有存款。哦，也有存款，花钱让我们管他的消费观是吗？哦，就以后跟朋友别花那么多钱是吧？对。给自己也省着点儿。对。听懂了没？这有问题吗？人这想法？不，没有问题，关键我没花太多呀，我也没像人几万的那么花。你也没挣上几万呢。你跟他在一起，他就老这么。啊，是啊，他就我说一句，他就跟一句，然后我说他也不听。今天你们俩是谁要来的？我要来的。你要来干啥？别让他这么花钱，要以后俺俩真结婚过日，那孩子哪分钱能买得起吗？啊，让他省着点是吧？对。来吧，你们给看看怎么办？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呀，先问男生一个问题啊。考虑过如果结婚以后家里的经济大权谁掌握，或者是如何分配财产吗？我可以给他一部分。多大一部分？1半1半吧。50%。姑娘，50%他赚钱给你行吗？不行。那你要多少？都得给我。都要行吗？我。行不行吧？你就说吧。我从挣钱的时候我就不会用钱，我用钱的时候用钱跟他打报告，申请批准就给你，批不准就再商量。都给行不行？行。咬着后槽牙的。我跟你讲啊，姑娘，我也不理解你这么年轻的姑娘就一定要把这个将来老公钱都拿到口袋里，啥意思哈？但是她一定不愿意。将来也结婚了，他把钱也给了你了，也是不情不愿，不愉快，还得吵。你是愿意吵啊，还是愿意把那百分比下调一下？不能让他吵。不吵。还得100%。哪有这种男人呀？那他朋友都这样啊？那你找他朋友啊？那不行。所以我想跟姑娘讲的是说，其实结婚以后谁来管财务？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彼此的信任。如果彼此信任，他1分钱不交给你，你也知道跟着他，踏踏实实的。如果是信任的话，你把100%工资给了他，你也知道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会，你要200，他给你400。不一定。我说婚姻中好的关系是这样的，彼此信任，谁掌握财政大权不重要。所以你们之间其实是信任出现了问题，这个直接体现在你们对财务的安排上。如果这个都商量不好，那你们还结什么婚啊？冷静去想一想，我们之间的信任有多少？这份信任足不足以我们走入婚姻？足不足以让这份感情能够经得住以后的风雨？现在你们还什么都没遇到呢，就一个钱谁管都商量不出来，将来呢？所以都别过得太自我。如果真的愿意相处，想想对方喜欢什么。他喜欢买件漂亮衣裳，买吧，他也没干什么坏事儿。他喜欢管着钱，管吧，也是为了家里好。你们要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问题，才有可能建立信任。谢谢。我都觉得他们之间是爱的问题了，就到底爱不爱呀？我能不能问一下，你帮自己买的拖鞋是400、500块，对吧？那你会帮他买多少钱的拖鞋？这有什么难回答的？你没帮他买过拖鞋是吧？我买过别的东西。你在自己买那些东西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也帮女友买个礼物？我觉得他用不着。哦，他用不着，你都用得着，你蛮能替他觉得他用不着的哦。那请问，你觉得，当他买了一个他喜欢的东西，他很开心的时候，那一刻，你的感受是，
觉得自己未来的钱被花了，觉得这很不应该，是吗？倒没有，也不全是。是因为他一般给他自己买东西都特别贵，就算给我买都基本上100-200。我觉得你俩，以我的标准，我都没有觉得你们特别在谈恋爱。爱这个过程真的不是一个只爱自己的过程。你们两人都觉得自己很重要啊，你们都很自私。你们这种，可能就叫做走在一块儿吧，或者是走了4年，然后也彼此计较了4年。你觉得这样的爱情品质好吗？这能嫁吗？这能娶吗？千万不要谈婚姻，你们俩先搞清楚你到底喜不喜欢他。我觉得你显然对他的喜欢都没有超过你对你那些朋友的好那么喜欢。你会想请朋友吃饭，帮朋友买单，显然不会想让他吃好一点。他想吃烤肉，这些事儿对你不重要。如果一个女孩对你如此不重要，那就叫做不爱。如果你跟他只计较未来的钱是不是你管，那我觉得你要求太低了。你们先搞清楚爱到底是不是存在。我从来都不赞成女人觉得男人的钱就应该给我花，或应该花在我身上的钱越多就表示他越爱我。我认为金钱不应该是爱情的计量品。如果这个男人真不够爱你，很多事情硬要是没有用的。你说那他的朋友都这样做，他的朋友比较爱他们的女朋友啊。你只能对一个爱你的人提要求。如果他不爱你，肯定提要求，气死了也没用的。所以拜托，先确定你们之间的爱情浓度有多少。如果你们只是找一个人在一起，其实我最爱的是我自己，那我觉得其他事儿都没什么好谈了呀。如果不是像我说的，你们真的有爱，那么待会儿好好的给我谈谈爱吧，别只谈那笔账，好吗？我前段阵子我想买一块表，我向我老婆申请了3个月，她还没同意。但我并不苦恼，因为她不给我买的原因不是说那块表贵，她是说那块表太老气，你戴着不好看。如果换在以前，我会像你一样苦恼。我挣的钱，我天天在外面飞来飞去，我为什么自己的钱自己想买块表不可以呢？但现在我不这么想，因为我老婆一向很节俭，但给我买东西一向特别的大方，所以我并不苦恼。我们那个小区里面有一个男生跟你一样，就每天苦恼的就是说他老婆管他钱，所以他想尽办法的藏私房钱，把自己的一些加班费啊什么东西藏得到处都是。45岁的年纪，后来得了脑癌。得了脑癌之后呢，他老婆不光是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给他治病，还借遍了所有的亲戚。现在算是基本上控制住了，他再也不藏私房钱。他说女人喜欢管钱，也许是为了安全感，但其实这钱都花在了这个家庭，花在了他的病痛上。他觉得自己当年那些藏私房钱的这种行为十分的可耻，那是一种自私，是一种防范，是一种小人之心。钱在谁手上放着其实不重要，关键是大家的脑海当中花给对方还是自己。虽然没有结婚之前我是支持彼此管自己的钱，但是如果一个男人那么的介意自己的钱不能给女人管，我觉得这个男人大概是没有多爱这个女人。而且自己用那么贵的东西，自己的女人用那么便宜的东西，难道你心里不会有点不舒服吗？他管着你的钱，难道是花在自己身上吗？肯定不是，因为他自己本来用的东西就挺便宜，所以你这钱放他那儿有什么不安全？其实就是自己自私，就是我想怎么花我就怎么花。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么如果一个男人那么介意把钱给女人管，我认为他是一种自私之外，那么一个女人在还没有结婚之前那么想管一个男人的钱，其实内心很清楚自己在这个男人心中几斤几两。如果你知道你在这个男人心目当中只有5分的位置，你别想通过管钱来达到7分的位置，那是妄想。
反而会因为你这种刻意的要争夺财权，你会从最开始5分的位置而降到3分的位置，让这个男人讨厌你，因为你没有自信。这个事情其实挺反映问题。当2个人执着于看钱的问题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彼此之间内心真正的情感。所以你们俩好好想想，你心里面有多少的位置是有他的，好吗？就这样。我个人一直认为钱这个东西跟情感没有关系，我从来不把这个跟情感整合在一起，因为我找不到它内在关联。这是我自己，我也是这么想，我自己反正我就这么想，说没这么大问题吧，我就是这么想啊。我觉得好像男人这个问题，其实你这个事儿是这么说的，就是我对这东西并不在意，是因为我真的不在意。如果你今天是说，哎，我跟你的观点是一样的啊，但是前提在于你的钱都在他手里，你说我是这样的，那可以，是吗？不是，就是我们说一件事儿呢，它的反差其实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们如果感情到今天谈了4年，你们所有的焦点已经聚到这儿了，2个思路，其一，是不是好像对未来要打算结婚嘛，现实了嘛，所以才开始要求。其二就是这4年，像老师们所说的，你们压根儿就没谈，你们自己考虑吧。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通过这几个老师的，然后我也清楚知道了，那个自己确实把钱看得太重了。然后接下来我放低一点，因为我对你是很爱的，毕竟这么久了，然后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就是发生过特别大的一些口角，都是一些生活琐事上的一些事情，这也给我的以后敲醒了一个警钟。我希望你能再一次的接受我。但是你每一次都是用嘴说。哎，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来，见证属于这对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最后问一句，钱给谁管？等以后结婚了吧？谁管嘛？他管。哎，结婚之路遥遥啊！谢谢2位，请回。路还很长，希望他们好好磨合吧。来，有请我们的老师，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跟我老公结婚3年了，但我现在根本不知道他天天忙什么，班也不上，天天还早出晚归。最近呢，他想从我爸手里借钱让我帮他，我不帮他，他还天天冲我发火。我到底能用什么办法让他找个工作，踏踏实实给家里挣点钱呢？首先想说的是，跟老公结婚3年了，你竟然不知道他天天在忙什么，所以可见你这个太太当的是多么的不称职，这么不了解自己的老公。所以想要知道用什么方法让他踏踏实实挣钱，先想到方法去了解自己的丈夫吧。祝你幸福。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